你在雅典衛城的時候，向山下看，就會看到一個巨大的玻璃盒子，它非常的簡約，非常的現代，好像跟周圍的建築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，就像剛理完髮一樣。這個呢，就是雅典衛城博物館。衛城當中的很多文物都放在這個博物館裡面。今天咱們就來聊一聊這個建築。雅典衛城博物館對希臘來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博物館。為什麼那麼重要？這得從為什麼要建這個博物館開始說起。咱們把時間撥回到19世紀，之前視頻講過，當時有一位英國駐奧斯曼帝國的大使，叫埃尔金伯爵，名字叫托馬斯·布魯斯，他就以研究之名對衛城的很多文物進行了處理，很多呢就偷偷走私回了英國，拿回去之後就放在了蘇格蘭老家他那棟大房子裡做私人珍藏。後來也有一部分也捐给了大英博物馆。那大英博物馆收到這個東西就，收不收呢？最後呢就勉為其難的收下了，一直到現在。後來這位托馬斯也成了大英博物馆的理事。时间再到1821年，希臘獨立了。那希臘政府當然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把這批文物歸還。那英國方面就說可以啊，可以歸還，沒問題。但是你們有沒有像樣的博物館？因為這些文物很重要，你們好像沒有很大型的博物館，那這個文物還不如放在我這裡呢。於是就沒有歸還，繼續收藏着這批文物。那對於希臘來說確實有點難堪啊，因為希臘國力不大行，博物館倒是有，但是很老很舊，這些文物放過來確實是沒法保存。於是希臘政府就計劃要造一座現代的博物館。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，希臘就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建博物館。那時間非常漫長，這中間經歷了幾十年，有好幾輪的國際競賽，但是每次都會遇到問題。最大的問題就是場地選好之後，挖着挖着就會挖出很多古蹟，那沒辦法，被迫停工，又得重新選一個地方。所以呢，這件事情就沒有一直很順利的進行下去，導致這個項目一拖再拖，再加上中間的一些原因，拖了幾十年，直到2000年之後，新一輪的國際競賽才出結果。中標的是非常著名的瑞士建築師屈米，他聯合了一位希臘建築師福迪亞利斯一起出的方案。場地的選址就在衛城博物館的南邊，距離300米左右，一抬頭就能看到雅典衛城，非常的近。那這個項目進展的順利嗎？其實也並不順利，因為場地選完了，挖的時候又挖出了古蹟。而且這個古蹟不是幾個石頭啊，幾個碗，是一大片，它有街道，有房屋，還有澡堂。那如果按照常規的施工，那整個遺址就會全部被破壞掉。那怎麼辦呢？總不能一拖再拖，把它拖下去就要沒完了。那一個大膽的方案就被提了出來，就是把整個博物馆架在這個遺址上，將100多根混凝土柱子避開重要遺址，插到地下面，從而托起整個博物館。那整個項目就按照這個方案進行施工。所以今天你去看這個博物館的時候，它的底下其實還有一層，下面就是一些遺跡廢墟，現在應該是當做一個特別展廳。這點有點像羅馬的那個古羅馬廣場，也是在這個遺跡上面，只不過它在這個遺跡上面又蓋了一個博物館。衛城博物館局部的這個地板也是用玻璃的，所以你在博物館裡面的時候，可以直接看到底下那個廢墟。這博物館底下還有。整個建築大量使用了玻璃、鋼筋、混凝土。屈米本身是一個結構主義大師啊，但是他在這個建築上面並沒有搞一些難懂的結構，而是很簡单的方盒子，相对來說非常純淨。建築並沒有因為要展示雅典衛城而刻意去做一個相對仿古的建築，它是一個全新的現代的建築，用了現代材料，用了很多玻璃。那屈米的用意就是希望新的建築並不是把它的遺跡所蓋掉，而是讓建築跟歷史共存。當然，設計這個東西，每個人看法都不一樣，也有很多建築師還有評論家對這個博物館提出批評，他覺得像一個商場，像一個展示櫃，而裡面展示的可是古希臘的文物。那當然也有人很喜歡，他覺得就應該用現在的設計手法去表達。這點正反面評論都有。總體來說，對這個博物館的評價還是比較高的。整個博物館用了大量的玻璃，希望自然光能夠直接照射到博物館裡面，也減少了这個人工採光。另外一方面，建築師也希望陽光可以直接照到這個雕塑上，那隨着這個時間的變化，整個雕塑就會產生不同的光影。那這個博物館有很多層，那最重要的展廳是哪一個呢？這是最上方的這個玻璃方盒子。
為什麼呢？我們從衛星圖上就可以看到，它跟雅典衛城最重要的帕特农神廟幾乎是平行的，而且大小幾乎是一致的。整個展厅跟下面的建築相比，是轉了一定的角度，相當於把帕特农神廟平移過來了。那裡面的布展，它的雕塑文物的放置，也是按照以前帕特农神廟裡面的雕塑来的。相当於說，這個衛城博物館最上面那一個就是現代版的帕特農神廟，裡面擺的物件也一樣，而且展廳裡還有很多空位，不是說沒得擺，是故意空在那裡，因為這些空位缺失的文物現在就放在英國的大英博物館，這也是一種隔空的喊話吧。當時你不是說我没有博物館嗎？那現在我博物館建了位子也给它空出来了，那文物应該要歸還了吧？這裡才是這些文物真正所屬的位置。整個衛城博物館的空間也是非常豐富的，中間是一條很大的長廊，局部的地面也是玻璃的。之前說屈米是解構主義建築大師，但這棟建築裡面你沒有看到他所謂的炫技、奇怪的造型、誇張的結構都沒有，它更像是讓歷史一層一層的堆疊。建築的底層直接架空在遺址上面，像是一個開放的考古現場，觀眾在參觀的時候有一種探索的體驗。而這一層更像是在表達整個博物館的基礎，就是現在這些可以看得到、觸碰得到的歷史。而進入展廳之後，就是各種各樣的文物，自然光線通過側窗和天窗引入。甚至屋頂上還有人。中间還有一些餐廳，而入口的正上方就是一個大的露台。喝點飲料，或者看着衛城，細細品味這個歷史。而頂層就是現代的帕特農神廟，整個空間就更加純粹，用當代的表達方式對古典精神進行再構建。所以整個博物館很清晰，自上而下，由實到虛，由真實的遺跡，再到各種象徵文化的展品，最後上升到一個精神象徵。你在最高處的展廳的時候，透過玻璃就能看到遠處的衛城，所以你會意識到這棟建築不只是在展示歷史，它更是以一種現代的方式成為了歷史的一部分。它也在等待原本屬於這裡的東西回到它真正的位置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下期再見。